了，孙小姐她……乖女儿，发生什么事啊？爹地，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生一世都一定会爱妈咪？你不会骗她的，爹地呀！我们先出去吧。爹地，爹地，你告诉我。你告诉爹地，到底什么事？唉，每次孙小姐突然上来呢，孙先生一定扔下所有事不理。唉，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吧，细节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谈。谢谢。爹地，到底这个世界上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男人，好像爹地对妈咪那样，那么长情，那么一心一意？有。为什么阿秋不会像你这样？为什么他骗我？阿秋骗你？当初我因为他才去念法律，但是他选了别人。后来他还跟我说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还是信他，而且信了这么多年。阿秋敢骗我的宝贝女儿，爹地替你教训他。不要啊，爹地！爹地，我是不是很傻？不傻。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永恒不变的爱情，就好像你对妈咪那样啊？有，爹地永远都爱你。爹地！阳光的目的不是要赢芬姐这个案子，是如果他输了的话，就会有案底，有案底就不可以做上市公司主席了。他赢了芬姐这个案子，才会有筹码提出上诉，用芬姐自杀来脱身。那阳光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赢这个案子呢？不用说，范振廷一定收了他不少钱。现在想起来呢，你师兄可能早就接了这个案子，所以就借机会接近你，打听芬姐的事。但是他只借用过厕所，可以耍什么花招啊？他们要查出芬姐被保险公司列入黑名单的事呢，一点都不难。但是要查出芬姐吃什么药，还要呈上庭呢，那就有难度了。我问过芬姐，而且非常巧呢，药就放在洗手间的柜子里。就是说他借厕所是假，偷药是真。如果可以证明的药是偷的呢，就不可以作为呈堂证据了。就是说，只要证明到这一点，就很有机会上诉成功。芬姐，你什么时候发现药不见了？我也不会数有多少颗药的，不过上次你们来了之后呢，大概有1个礼拜吧，我发现没有到复诊日期，我的药就吃完了。就是阿周来过之后药就少了。当时我也很害怕，不知道是自己吃多了呢，还是女儿不懂事把药吃了。医生曾经吩咐我，那种药服用过量呢会中毒的。妈咪还带我去看医生呢，幸好医生说我没有说谎话。那这些药我平时就放在这儿，我特意放在最高层，这样小乔就拿不到了。哇，不是这个时候你还要照镜子吧？不是啊，我在想，如果阿周进来之后开过这个柜子的话，他手上的指纹一定会留在这个柜子上了。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你看看镜子啊，干净的不得了。就是说芬姐经常擦的，怎么会留下指纹呢？就什么证据都没了。哇，怎么这么简陋啊？要自己舀水冲厕所？你怎么这么说话？不好意思，用那个冲马桶的。前些日子呢，厕所没有水，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水在这冲厕所用。厕所没水？我认为原审法官犯了错误，因为他不当的接纳被告律师呈上的证物，而该证物是从非法的手段得到，也就是说是偷来的。原告律师，本席要提醒你提出上诉的理由，除了指原审法官犯了错误之外，也涉及被告人代表律师可能犯上刑事罪行，请你小心举证，要达到无合理疑点。法官阁下，我完全明白，请让我呈上证物 P1 来证明。谢谢。这是2个星期前的报纸，
上面有一张被告的相片，请法官阁下看清楚，站在阳光背后的正是被告的代表律师范振廷。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被告跟他代表律师一起照相有什么奇怪呢？奇怪就在这张相片并不是在2个星期前照的，而是摄于1个半月前阳光出席的某一个公开活动，而当时范振廷律师还没有正式受聘成为阳光的代表律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范律师有意隐瞒自己是被告律师的身份，接触我方律师和当事人。法官阁下，我反对原告律师做出无理的猜测。法官阁下，我现在要传召我当事人，证明这个猜测是有理还是无理。阮芬女士，你第一次见范振廷律师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今年的3月8号，在我家里。为什么你这么清楚当天是3月8号呢？因为那天是律师行派新律师你和孙律师来我家里商讨所偿的事情，律师行也有文件记录的。为什么范律师当天会在你家出现？那天是他送孙律师来我家，因为孙律师落了份文件在他车上，所以他送上来，后来还借用了厕所才走。当时你知不知道范律师就是被告的代表律师呢？不知道，孙律师只说过是他的朋友。阮芬女士，你曾经在原审法庭上承认你脑子里边有个恶性肿瘤，需要每天服食抗癌药物。我想问你，在3月8号当范律师借用完你家厕所之后，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我发现厕所柜子里的抗癌药少了一颗。你说你不见了一颗抗癌药，会不会是你不小心吃了或者不注意掉了不见了？一定不会，那是抗癌药，吃多了会死人的。所以我也很紧张，立刻去医生那儿验血，测试结果没事，我才放心的。你好像有个8岁的女儿，你肯定不是她贪玩吃了。我也这么怀疑过，所以带她一起去医生那儿验血，测试结果也是一样没事啊。而且抗癌药那么昂贵，我怎么会乱吃或者给弄丢了呢？法官阁下，这份是我当事人和他8岁女儿的血液测试，证明我当事人的可信性。法官阁下，我问完了。看来这次有机会让他自己露馅了。法官阁下，我想申请自己成为辩方证人，替原告律师对我的指控辩护。原告律师说我有意隐瞒是对方律师的身份，完全是出于无理由的猜测。我是 HK 律师行的律师，律师行的档案可以证明我受聘的日期是3月25号。原告律师对我的误会是有2个巧合。第一个巧合就是原告律师孙丽丽是我的学妹。3月8号当晚，我跟她一起出席旧同学的聚会，在聚会之时，我知道孙律师要到原告人家里，出于好心，我答应用车送她去，之后又把孙律师遗留在我车上的档案送上楼，然后因为生理需要借用原告人的厕所。后来阳光先生又请我做他的代表律师。第二个不幸的巧合就是报章居然刊登了一张我跟我的当事人所谓的合照。就这张相片可见，我只不过是站在阳光先生的身后，并没有跟他有任何直接接触。如果单凭这张相片就说我已经按理受聘，并不恰当。被告律师已经做工完毕了吗？原告律师，你可以做出盘问。你当天只是借厕所用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在厕所里做过些什么？在厕所还能做什么？方便完就冲厕所洗手了。你当时真是去方便吗？人有3急，人之常情。如果原告律师不相信的话，可以查查马桶的 DNA 啊。范律师，你真会开玩笑。就算有什么 DNA， 水一冲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倒是，当我方便完了之后马上冲水，没留下任何东西很正常。法官阁下，我没话问了。不过我有份文件，想法官阁下你看一看，是关于高翔大厦，就是原告人所住的大厦，在3月8号水箱维修的状况。文件上很清楚地显示，在3月8号当日，高翔大厦维修水箱，全栋大厦的厕所都没水。如果像范律师所说的那样，他有用厕所方便冲水然后洗手离开的话，他不可能没注意到水箱里面根本就没水，
而再三强调他是有借用厕所、冲水和洗手的，由此可以证明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谎话。还有，范律师他习惯性说谎，在8年前我满怀希望去英国找范律师的时候，他还用女朋友怀孕了来做借口跟我分手，于是我就相信了他8年，以为他一心一意的爱我，原来他用这个谎话骗了我8年。法官阁下，我反对原告律师说一些与本案无关的事。绝对与本案有关。如果不是你当初对我虚情假意，我就不会一直都相信你，让你送我去芬姐的家，就算看见你借厕所用也毫无疑心，让你成功的把药偷走。法官阁下，我知道刑事案需要再毫无合理一点才可以入罪，但是民事案是看哪一方比较可信，可能性高于其不可能性。我希望法官阁下你考虑到被告和被告律师的诚信有问题，裁定我当事人上诉得直。虽然原告人曾经隐瞒自己被保险公司列入黑名单，还有身患顽疾一事，但实属情有可原，并非故意不诚实。相反，被告律师无论他有没有偷窃，他的证供都显示出矛盾和不诚实，所以本席裁定原告人上诉得直。被告人需要支付原告人索偿额总共是80万元，并且要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你干嘛无缘无故傻笑啊？没有，我相信你师兄在庭上被你拆穿的那个样子呢，我就忍不住。你真了不起啊，的确没什么人能像你这样把自己被人骗的事说出来，像没事一样，厉害。小儿科啊，我还有绝招美史呢。